列位，咱们今天不说别的，单说这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悬案里头，最让人念念不忘，也最让人莫衷一是的第一大谜团，大明建文帝朱允文在靖难之役南京皇宫那场滔天大火之后，他到底是死是活，究竟去了哪里？这事儿要是翻开官方正史《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上面写的明明白白，建文4年6月，燕王朱棣打进南京城，建文帝在绝望之中举火自尽。朱棣进宫之后，从奉天殿的废墟里刨出一具焦黑、面目全非的尸首，当场抱头大哭，随后以天子之礼给安葬了。列位，您信吗？您要是全信了，那大明朝永乐年间20多年的历史暗流，无数诡异的档案记录，可就全唱不通了。可您要是觉得建文帝真像后世野史小说里写的，带着几十个忠臣，开着机关暗道，捧着朱元璋留下的铁匣子逃之夭夭，那也是被现代网文和戏说剧给带偏了。咱们这回不讲戏说，在严丝合缝的正史框架里，讲一段真正震撼人心的皇家秘辛与江湖暗流。故事得从永乐21年秋天的一个深夜说起。那是塞外，宣府行营的大帐里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大帐外头巡逻的兵丁在风雨里冻得通红，雨水顺着铁甲淅淅沥沥地淌。此刻的大明成祖朱棣已经63岁了，这位一辈子杀伐决断、武争漠北的马上天子，如今正枯坐在玉榻之上，重病缠身，油尽灯枯。每当深夜狂风呼啸，那大帐外头的风声落在他的耳朵里，都像极了21年前南京城破时奉天殿大火中的惨烈哭嚎，像极了当年那些被他诛灭9族的大臣在刑场上的恶毒诅咒。朱棣睡不着啊，这21年来，他坐拥天下，修了流芳百世的永乐大典，派郑和下了7趟西洋，把大明的首都迁到了北京，可谓功业赫赫。可偏偏有这么一块心病，像一条带毒的铁链紧紧咬着他的心窝子，让他没有一天能睡过一个安稳觉。侄子建文帝到底死透了没有？来人，平退左右500步内，敢有窥视者斩！朱棣沙哑地喊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令人胆寒的帝王威严。大帐里的太监侍卫瞬间呼啦啦全给撵了出去，连近身伺候的司礼监太监都不敢逗留。片刻之后，帘子轻轻一挑，从外面风尘仆仆走进一个人来。这人满脸沧桑，眼角全是皱纹，脚上的鞋磨破了底，身上的官服沾满了塞外的风霜雨雪。此人是谁？正是护科都给事中出身，后官至礼部左侍郎的朝廷重臣胡盈。按明史《胡盈传》的记载，朱棣心里一直犯嘀咕，压根儿不信建文帝真的烧死了。可他又不能明着满天下找，那等于向天下承认自己皇位来路不正。于是他就打着寻找仙人张三丰的幌子，给胡盈颁发了一道密诏，让他走遍天涯海角去暗访。胡盈从永乐5年正式出发，中间因为母亲去世，短暂回京奔丧，随后再次奉诏出巡，前后历时16年，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今儿个深夜，胡盈终于星夜兼程，赶到了塞外宣府大营。朱棣一听说胡盈回来了，急得连外衣都没穿整齐，硬是从病榻上挣扎着爬起来召见。两个人把大帐门一关，吹灭了外头的明灯，关起门来谈了大半夜，一直说到深夜4更天，连外头的雨停了都不知道。明史里专门用了7个字来形容朱棣听完密报后的反应，叫做至夜分悉以始事。意思就是说，到了半夜，听完汇报，朱棣这21年来压在心头的怀疑、心魔、噩梦，在这一瞬间彻底解开了，烟消云散。列位您想想，如果建文帝真在21年前就被烧死了，
朱棣至于大半夜从病榻上爬起来，跟一个暗访天下10多年的大臣密谈到深夜4更吗？胡营到底带回了什么消息？咱们把时间的大钟往回拨上21年，重回那个杀气冲天的南京血火之夜。建文4年6月13日，南京城外杀声震天，滚滚浓烟遮蔽了整个金陵城的天空。燕王朱棣的数万骑兵打过了长江，古王朱举与曹国公李景龙大开金川门，把杀气腾腾的燕军放进了这座六朝古都。奉天殿前大火冲天，梁柱坍塌的声音不绝于耳。后世的晚明伪书小说里把这一夜编得神乎其神，说是什么朱元璋死前留了个红铁匣子，里头装着剃刀、3张度牒、袈裟，还修了直通城外御沟的鬼门密道。列位，咱们得说句透亮话，这全是后人凭空杜撰的戏言。不管是官修、明史，还是南京故宫现代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根本就没有什么地道铁匣。那当时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是混乱、恐慌与惨烈。朱棣的铁骑杀进皇宫时，奉天殿早已陷入一片火海，宫女太监四散奔逃，喊杀声、哭喊声响成一片。建文帝朱允炆在这场大火与巨变中不知所终。朱棣骑着大白马踏进皇宫，面对那具从焦黑废墟里抬出来的尸体，陷入了生平最艰难的政治考验。这具尸体到底是不是朱允炆？朱棣心里打鼓，身边的人谁也说不清。但从帝王政治逻辑上讲，朱棣必须宣布他就是朱允炆。为什么？因为朱棣是以靖难，也就是帮朝廷清理奸臣的名义发兵的。如果皇帝活着，朱棣即位就是篡位叛逆，只有皇帝确凿死亡，朱棣才能以皇叔的身份收拾残局，顺理成章地承袭大统。于是朱棣当即下旨向天下郑重通告，建文帝以举火自尽，朕心甚痛，特以天子之礼厚葬。嘴上向天下宣告建文帝死了，可转过身来，朱棣的后背全是冷汗。万一朱允炆没死，万一他在哪个角落抖落出传国玉玺，扯起复辟的大旗，大明天下立刻就会再次陷入内战。这种政治恐惧让朱棣在登基之后立刻启动了明代历史上最庞大、最隐秘的双重追踪网。朱棣的第一招叫严查进士，绝其根基。建文帝身边有个十分信任的高僧，名叫普洽。南京城破后，有人向朱棣密报，说建文帝削发出逃，普洽可能参与了筹划，甚至帮他设道场掩护。据《明史姚广孝传》记载，朱棣二话不说，在永乐元年就把普洽抓进了锦衣卫大牢，这一关就是整整16年。直到永乐16年，姚广孝临终前叩首求情，朱棣才把普洽放出来。您细细品品，把一个高僧关在死牢里16年，不动大刑，但也绝不放走，这就是朱棣特有的冷酷与忌惮。只要有一丝嫌疑，就必须终身监控，宁可错关，绝不放过。朱棣的第二招则是动用倾国之力，形成了陆海双线的宏大布局。陆地上他密诏胡营暗访，而在广袤的海洋上，他启用了心腹大宦官郑和。明史郑和传里写得明明白白，成祖仪会帝往海外，欲宗继之，且欲要兵抑郁，使中国富强。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的首要国家战略是建构朝贡体系，开展贸易，震慑南洋。但与此同时，船队里还担负着一项隐秘的任务，搜寻海外关于建文帝的一切风吹草动。
也正是在这片浩瀚的南洋风浪里，传说中上演了一场惊险又耐人寻味的南洋缉捕假见闻案。话说郑和宝船队到了旧港，也就是今天的印尼巨港与满腊加，也就是今天的马六甲一带。当时南洋聚集了大量从东南沿海逃往海外的汉人、海盗与商人。有一回，郑和的舰队刚停靠港口，锦衣卫密探就收到了一份惊人的密报，说在马六甲密林深处的一座古寺里，赫然藏着一位见闻皇帝。据说这位皇帝身披袈裟，手持皇家信物，身边聚集了数百名手持兵刃的忠臣，甚至暗中联合了当地海盗头目，正筹集粮饷，准备招募南洋华侨，杀回大明。这密报一出，船队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了。郑和那是什么人？那是历经靖难之役、智勇双全的当世名将。他当即下令夜袭。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数千大明水师精兵与锦衣卫弓弩手悄无声息地包围了整座密林古寺。一声令下，火箭齐飞，大明铁骑与部族破门而入，将古寺围得水泄不通。那个被簇拥在禅房中央，口中高呼朕乃见闻的老僧，当场被锦衣卫生擒。可等把人押到宝船灯火下一审，郑和却当场冷笑了起来。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建文帝朱允文，这老僧不过是一个在东南沿海通缉的亡命海盗首领，为了在南洋招兵买马，抢夺商船，竟打着建文帝逃往海外的旗号，装神弄鬼，招摇撞骗。他以为大明朝廷远在万里之外，管不到南洋，这才编造了这出皇帝复辟的闹剧。郑和当即下令，将这伙打着建文旗号聚众作乱的海盗首领当场正法，首级枭首示众，一举铲除了这股割据势力。您看，这就是南洋缉捕的真相。郑和船队确实在海外出动过大兵，也确实抓过假见闻，但这根本不是什么皇权追杀真天子，而是大明朝廷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铲除那些借建文帝之名在海外招摇撞骗，企图颠覆秩序的野心家与海盗。这一仗打出了大明在南洋的威严，也向世人证明了一件事：任何想借建文帝这块招牌造反的人，在大明的舰炮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海洋上的隐患被郑和雷霆扫净，而陆地上的真正谜底依然压在苦行者胡营的肩上。咱们再说胡营。胡营这个人耐得住寂寞，心思缜密如发。他扮作寻道的官吏和道士，在大江南北奔波，每到一个地方，不上报地方官，不张扬身份，专往深山古刹、流民聚落里钻。在这16年的漫长暗访中，胡营搜集到了大量的民间信息，尤其是在云南、贵州一带。在西南边陲确实流传着许多关于应文禅师的传说，比如云南武定狮子山、正绪禅寺等地的遗迹。民间传说里甚至把清代地方志里的诗句“流落江湖40秋”附会到建文帝头上。但列位您想想，永乐15年的时候，建文帝如果活着，逃亡也才15年，怎么可能写出流落40秋？这显然是后世民间对苦命皇帝的同情与文学附会。那么胡营在西南到底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不是一个起兵造反的建文余党，也不是什么张扬提示的政治显圣。胡营看到的是西南深山里确实有一些建文朝遗留下来旧臣削发的僧人，他们隐姓埋名，悬壶济世，借着佛门安抚战乱后的流民。胡营在西南查访那些年，亲眼见过一些说不出滋味的事。有个翰林院的代诏，靖难之后辞了官，跑到河西给庄稼人扛活，
不要工钱，只求管饭。谁问他从哪儿来的，他就说从京城来的，再问就不吭声了。远近的人都管他叫河西庸，就是河西扛活的庄稼汉。还有一个监察御史，连姓名都不留，挑了一副补锅挑子，在川滇边境的集市上给人修破锅烂碗。有人认出他来，他只摇头说：你认错人了，这2个人后来都默默死在了荒野，连一座坟头都没留下。胡营16年走下来，看到最多的不是拔剑造反的余党，不是密谋复辟的忠臣，而是一个个连自己名字都丢了，只想躲起来活下去的伤心人。而更重要的是，经过10几年的岁月洗礼，建文朝的旧势力早已烟消云散，无论是民心还是大局，永乐皇帝的统治都已经稳如泰山。胡营是个聪明人，有政治智慧，他深刻理解朱棣的心魔。朱棣怕的根本不是朱允文这个人，是死是活。朱棣真正害怕的是建文帝这个符号，会不会成为颠覆永乐政权的火种？如果建文帝早已放弃了一切政治野心，沦为山野间无名无姓的苦行僧，或者早已在流亡的岁月里默默死去，那么对于永乐朝来说，他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威胁。在讲宣府深夜之前，咱们必须把正史里最容易被误读也最关键的一桩奇案说清楚，那就是发生在正统5年的老和尚自首案。建文帝生于洪武10年，公元1377年，到了正统5年，公元1440年，如果他还活着，实际年龄应当是64岁。可就在这一年，正史《明英宗实录》和《明史五行志》里记载，突然有一个老和尚从云南经广西思恩府向朝廷自首，高调自称我是建文皇帝。这老和尚一开口就露出了致命的破绽，他自称90多岁了。64岁和90多岁相差了整整30岁，朝廷的官员只要脑子没糊涂，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冒牌货。锦衣卫迅速将其逮捕，押送北京严刑审讯。很快案情水落石出，这老和尚真实姓名叫杨行祥，河南均州人，早年出家，到了晚年穷困潦倒，听说西南流传建文帝的传说，竟动了歪心思，想假冒前朝皇帝的名号来博取朝廷的供养和好处。最后杨行祥在锦衣卫大牢里关了4个多月后病死，同谋的几个假僧人被发配充军。后世有些戏说作品非要搞阴谋论，编造说朝廷明知是真的，也要把他按成假的杀掉，这完全违背了封建皇权的政治逻辑。如果朝廷确认老僧真是朱允文，最优的政治解法是秘密软禁，终身隔绝，就像当年明英宗对待建文帝的幼子建树人一样，绝不可能搞公开审讯，而正史里堂堂正正判定其为假冒并公布案情，恰恰因为他就是一个荒诞不经的骗子。这桩奇案与南阳郑和抓获的假建文如出一辙，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在建文帝失踪后的几十年里，民间借着他的名号搞招摇撞骗，附会传说的现象层出不穷，而真正的建文帝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不过说到建文帝的下落，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的幼子朱文圭。靖难那年，朱文圭才2岁，朱棣没杀他，但做了一件比杀更狠的事儿，把他关进了凤阳的高墙大院。这一关55年。55年里，朱文圭没见过牛，没见过羊，没见过集市，没吃过糖葫芦。高墙里面一群看守，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没人教他认字，没人陪他说话，他活着，但也只是活着。天顺元年，明英宗朱祁镇刚刚结束了自己7年的软禁生涯，重登皇位。
大概是因为同病相怜，他下了一道旨，把朱文圭放了。放出来那年，朱文圭57岁，路上他看见牛问是什么，看见羊问是什么。有人递给他一串糖葫芦，他咬了一口，哭了。这辈子头一回尝到甜味。出狱后没多久，朱文圭就死了。2岁到57岁，整整55年。朱棣在病榻上听胡营汇报到4更，悬了21年的心终于落地。而这个2岁就被砸进深牢的孩子，替一个他根本不记得的父亲付了一辈子的代价。咱们再把故事的镜头拉回最开头的那个。宣府深夜，永乐21年，宣府行营大帐。风雨交加，4鼓时分，凌晨1点至3点。胡营跪在御榻前，将他16年来在大江南北暗访的成果一条一条的向朱棣做了汇报。胡营没有编造什么见到建文帝带回生锈剃刀的传奇故事，作为一个稳重的重臣，他向朱棣呈上的是最客观、最冷酷的政治评估。第一，海内晏然，永乐朝的统治根基已固，建文旧臣早已零落殆尽。第二，无论是南洋海域还是西南深山，所有借建文之名图谋不轨的假冒势力已被扫平，绝无任何有组织的复辟力量。所谓建文帝，即便尚在人世，也早已化为红尘之外的无名野僧，再无起风浪的可能。第三，天下百姓只认如今的永乐盛世，再无人回应旧朝。朱棣躺在御榻上，静静地听着胡营的汇报，一直听到深夜4更天。这一刻，朱棣那双杀伐一辈子的眼睛里终于泛起了一丝释怀。他需要的其实就是这个答案。他夺了侄子的天下，杀尽了齐泰、黄子成等建文重臣，修了大典，下了西洋，建了北京城。他向天下人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功业赫赫的英明天子。他悬了21年的心，在听完胡营这14年脚踏实地的调查后，终于放下了。建文帝是死于奉天殿的大火，还是死于西南的深山，对于此时的朱棣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政治上的建文帝已经彻底消失了。明史胡营传里记下了那句话：漏下4鼓乃出，治世以始世。这11个字写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帝王在生命终点前与自己心魔的和解。第2年，永乐22年7月，朱棣在第5次亲征漠北的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4岁。大火烧掉了奉天殿，烧毁了建文4年所有的档案，也烧出了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回味的一段悬案。您说，建文帝朱允炆到底去了哪里？是葬身在了南京城的那场大火里，还是化作了西南深山里的一抹青烟？史书没有给我们确凿的答案，而这正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正所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当帝王的霸业与流亡者的沧桑都化为尘土，留在历史长河里的唯有那一段段任由后人凭吊与遐想的传奇。好啦，列位，关于建文帝下落的历史悬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